因為這個東西，簡單說，我過去談過哈。我認為呢，這根本是一個選邊的問題。也就是台灣在國際政治上面，你在這個國家安全上面，你要不要選邊？可是很多人就提到說，台灣要選邊嗎？台灣不能左右逢源嗎？我不能兩邊都交好嗎？當然了，大家會這樣想了。應該這樣說，最理想狀況就是在交戰的雙方或對抗雙方呢，你能夠不用選邊，你能夠齊強，然後左右逢源，這個漁翁得利，最好是這樣。可是不是每一次都這樣，因為我過去在別的地方講過，我說我們這邊可以再詳細談一下。國際政治上有很重要的觀念叫做熱點，flash spot。什麼叫熱點呢？這個國家或者地區呢，它因為戰略位置或因為什麼豐富物產或因為什麼原因，它非常重要。重要到什麼地步呢？在外面的這個國家，即便他們相互對抗，他們都得爭取這個地方。但有趣就是，譬如說甲跟乙在對抗，然後這是丙，丙是熱點。甲乙在對抗的時候呢，甲乙都要爭取丙。甲從右方來爭取丙，乙從左方來爭取丙。所以甲乙是針鋒相對的，丙是夾在中間非常難受。那這就叫熱點了，叫熱點了。熱點呢有一個缺點，就它會這個兩邊受敵，但它有一個優點，兩邊都不敢讓對方真的得到它，所以它空前難受而空前安全。就台灣現在這就是我講的。所以我這10幾年一直在講，我說啊，台灣空前難受，空前安全，它就是這樣來的。台灣就像什麼呢？有點像瑞士。大家說啊，它這個瑞士怎麼怎麼？對，那瑞士它之所以能夠中立這麼長時間呢，很重要因為它地勢比較高。誰拿到瑞士之後，他都俯瞰其他國家。這邊看法國，這邊看德國，這邊看這個意大利，那邊看奧匈什麼等等，比如這樣。所以，那大家說，那我想拿瑞士，然後法國也想拿，德國也想拿，意大利也想拿，最後什麼誰也想拿。到底怎麼辦呢？誰都不許拿，誰都不許拿，因為誰拿到它，對另外3邊都是威脅，對不對？好，那這樣給他中立。台灣能不能有這個位置呢？不容易，不容易。為什麼？台灣現在太重要了，誰都想拿它，所以現在就是誰拿到，但不能說誰得台灣者得天下，但得台灣者有利於得天下，那這是毫無疑問的了。所以。其實大家一直沒有想清楚，我們從1949年退到台灣之後呢，台灣一直在選邊，我們基本上都在選美國，就算這麼多年來，我們被美國背叛過幾次啊！1971年、72年，尼克森跑到大陸去簽了《上海公報》，然後1979年卡特的糊塗總統簽了這個《建交公報》，把台灣真的拋棄掉了。然後這個82年的這個雷根呢又簽了817公報，然後這個克林頓呢又說這個3不政策什麼等等什麼之類的，然後又反悔了。所以我們背叛多次，但是我們最後都選美國。他說你怎麼這麼笨呢？你不選別人呢？不是，這是戰略選擇，這真的是正確戰略。為什麼？一個小的國家在國際上去選邊的時候，通常選誰最保險？選世界第一強國，最大的，對，選第一強國最保險。而且現在過去呢，我們說啊，我們都不用選邊呢。對，你看起來沒有選，有選。我們既選美國，又選中共。他說那為什麼現在不可以這樣子呢？因為那時候美國跟中共站在同一邊。美國跟中國站在同一邊對抗蘇聯的時候，我們選美國就等於選中共。那美國跟中共聯合起來對抗俄羅斯的時候呢，那我們選美國也等於選中共。然後美國跟中國很友好的時候呢，我們選誰都沒有關係。那現在問題來了，當美國跟中共開始對抗的時候，我們就不能那樣選了，沒有模糊空間，沒有模糊空間了。所以現在就是我們選第一強國，還是這樣，這是第一個。第二這是安全的考量。那另外還有我常講，這選邊有幾個指標啊。第一個指標是安全考量，大家再想一下，我選美國比較安全呢，還選中共比較安全？當然選中共啊，因為這樣就不會打我們，不是？選了中共的時候，將來美國會打我們。對不對？它邏輯是這樣。選美國的話，中國會想打，但是美國可以保護你。但選中共的時候，美國要打你，美國一定會打。你覺得中共能保護你嗎？這裡你得想一下。所以這個國家安全的問題。
第二什麼呢？經濟利益。我選美國經濟利益比較大呢，還是選中共經濟利益比較大？這個很清楚。咱們說過去選中共經濟利益比較大。哦，對，對不對？過去那時候改革開放什麼等等。但當他開始鎖國閉關自守的時候，然後美國又有對我們有求的時候，然後美國現在又開始要復興它的工業的時候，當然選美國，因為這是未來的希望，這是過去的市場。所以這個是這樣看起來，就是過去想選兩邊的各得半分，現在不是，現在選美國呢可能得0.9分，選中共得0.1分，這是經濟問題。第三是價值觀，你覺得我們的價值觀跟中共比較接近呢，還是跟美國比較接近？大家不要管虛假的民族主義，沒有中共之後，那個才是真中國；有了中共之後，那個不是真中國。大家不要把那個搞錯了。所以從國家安全來說，從經濟利益來說，從最後這個價值觀來說，選美國比較對。這個是選世界首強的原因。所以這是我講說台灣選邊的3大標準。那麼也就是說，台灣現在必須選邊，台灣沒有不選邊的空間跟自由。而在這個過程當中，如果看不清楚或者選錯邊，我們要面對的不是失敗，就是滅亡。這個話呢，我想再提醒一次，我的藍營的老朋友們再想一次。好，那另外就是很多人以美論是懷疑川普，因為川普是一個等於說是非常現實主義者，他是完全以利益為至上，而且他一直在不斷的吹噓說他跟習近平的關係非常好，很擔心說不是被美國賣掉，而是被川普賣掉。但最近出現一個非常怪的事情，習近平9月要去訪問中國。可現在傳出來說，習近平居然這個跟美國之間找不到一個對口，然後現在雙方要去訪美的過程，很多該有的程序沒有辦法進行下去，那大家搞不清楚啊。那川普不是已經邀請了習近平來嗎？兩邊不是要展現友好的關係嗎？為什麼現在在這一個單純的訪美過程裡面出現這麼多雜音呢？這個大家對川普有一個低估啊，你不管喜不喜歡川普，你得充分認識這個人。這個人呢，他不只是商人。當然，他交易性格非常重，然後他還寫過這個如何交易的書啊，什麼等等。然後這個這邊說台灣可以交易啊，台灣是一個很好的籌碼哈，這些話聽起來都很不舒服。但是你不要忘記，他是世界第1強國的領導人，你還真得認識他。所以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大家覺得川普是商人性格，對，商人性格很明顯。但你不要忘記，他讀過軍校。他在什麼時候讀過軍校？他在青少年時期讀過軍校，那個過程對人的人格形成的過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常常忘記，川普的個性呢，既有商人的一面，也有軍人的一面。這點呢，大家必須配合起來看呢，才看得完整。所以回到你剛剛的問題，說啊，現在找不到對口，我覺得一個可能性就是我耍你了，但我不是亂耍，我在耍什麼呢？我要耍說，我製造一個談判的空間、談判氛圍，因為談判跟戰場是一樣的啊。在戰場上呢是武力對決，談判呢是這個文的招數對決。我們常說文攻嘛，文的招數對決。所以中共也常講，他說戰場上拿不到的，我在談判桌上能拿到，就是這樣子。那每個國家都是如此。所以川普大概想通這件事情之後呢，我覺得他印象最深刻就是2018年到19年那次的貿易戰，跟中國打了這個1年多，最後簽了150頁協定，過2天，中國一個電報，一個這個電話告訴他說作廢，我不要了。哇，川普勃然大怒，就把那個10%的那個關稅升到25%，然後雙方再來談，幹什麼？中國也在玩你嘛。也就我就磨你的耐心，我看你怎麼樣。那現在川普想通了，我也磨你一下。我可能還是希望你來，他們說川普也可能希望習近平來，川普也曉得習近平有求於他。但現在呢，我要降低你習近平來之前，你跟我的談判空間跟談判籌碼，說我玩你這麼一下。這第一個。第二就是這個習近平為什麼要見川普？我覺得。再反過來說，先說這個川普為什麼要見習近平？第一個就是我11月份要選舉，我得拿出點成績出來。第一個就是如果這當然現在有點難了，如果我們能夠簽個貿易協定，
你答應我買幾千億的東西，我可以拿來大肆吹噓啊！我對這個中國的貿易戰我又打贏了，我又逼北京簽了一個東西，然後他答應我買多少東西，然後我的這玉米、黃豆、大豆什麼全部可以賣，然後什麼都可以賣掉，然後鋼鐵工業可以復興，然後汽車可以復興的，他可以大肆吹噓，然後呢物價可以下降，然後所以大家投我一票啊，他可以這樣講，這當然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對這個他來說呢，還有一點好處就是。哎，他來這邊，他來見我呀，他來見我，他有求於我，他當然不好意思大吹特吹，但是他可以在文宣上的造成的印象，讓選民覺得說，你看，我連習近平都搞得定，他當然很希望這種感覺，我連習近平都搞得定，所以這個對我選舉是有利的，這是川普想要的東西。那反過來說，我常常講，我認為習近平有求於川普呢，大於川普有求於習近平。所以他非要見川普，他非見不可。最簡單的理由就是啊，這個我們現在不是關稅休戰嗎？對，可不可以延長一下？當然可以啊，延長一點。我們不是說幾月幾號差不多了嗎？我們延長一下，再延長個3個月、6個月，咱們再談談。這第一個。第二就是我們在見了面3分情，要不減免一點呢？啊，25%減到15%，或減到12%半，或者再少一點再減一減，或乾脆不要打了吧。這個你也有求於我，我也有求於你呢，咱們好好做生意就算了，咱們不要打貿易戰了啊，這第一個。第二就是，這個我雖然說不要黃仁勳的晶片，其實我還是要的哈。我從很多地方偷去買，還是很辛苦了。我當然買得到，很辛苦。這樣子乾脆光明正大進來就算了。這樣，你要不要取消晶片的限制啊？第三就是不管怎麼說，你的科技還是進步，然後你的這教育跟培訓各方面還是比我強。我還是需要交流，我需要人才交流，我需要科技交流，這地方你是不是能夠打開呢？啊，這第三個，第四個，台灣問題咱們還是談一下吧。最迫切就是軍售，你不要賣台灣的東西，很麻煩的。這個咱們要和平了，我也答應你要和平了，你不要賣台灣東西，咱們就和平了。你要不要考慮啊？然後第二就是咱們不是有官方關係嗎？你跟台灣沒有官方關係，怎麼一天到晚你跟他眉來眼去呢？這我看了不太舒服，你要不要改變一下？那最後就是剛剛不是說了嗎？你們跟台灣之間軍事合作在大幅提升，不太好吧？我若跟你夏威夷大幅軍事提升，你會不會高興？你不高興的嘛？那你為什麼跟我台灣軍事合作到這種地步呢？你也答應過我不要這樣做，你怎麼又做了呢？啊，那再來就是我來的話，你給我高規格接待、紅地毯什麼的呢，21響禮炮。這樣看起來我像是一個大國啊，中共啊，已經他的這文宣搞到一個什麼地步呢？老百姓在新聞上啊，看國際新聞啊，只要沒有看到中國的，就認為不是新聞，已經到這種地步，中國及世界，凡有中國才叫新聞，沒有中國就不叫做新聞，已經到這種地步了。所以對他來說，哎，我要來一下。哎，對習近平來說呢，他念之在之的呢。是明年的21大，我們會講過，對，我們等一下可能還有機會再講一下。他沒有把握21大，我是不是一定能夠連任的？不要以為說獨裁者一定能連任，因為獨裁者每天都在風聲鶴唳當中度過。他真的是這樣，他覺得每個人都想殺他。凱撒從來沒有想過 Brutus 會殺他，但是 Brutus 殺了凱撒一刀之後呢，從此以後獨裁者都認為身邊可能會有 Brutus，他一定是這樣想的啊。所以習近平也想說，哎，如果說我能見到川普的話，川普高規格接待我，那我明年21大呢又增加一點點籌碼，所以我當然願意去。所以雙方再談談，你覺得會不會見面？我覺得見面幾率還是蠻大的，除非中間又爆發什麼奇怪的事情，什麼他中國熱氣球飛過美國空軍基地上空啦，被發現什麼之類的，或者是重大間諜案爆發之類。那只要沒有這種事情呢，雙方還是會見面，而且雙方都坦白講都有求於對方嘛，對，所以希望會達成某種協議。對川普來說呢，對於這個選舉有幫助；對習近平來說，連任21大會有幫助。所以大概呢，沒有什麼意外的話，雙方會見面。不過，苗老師，你一直在強調說，在21大，習近平要去爭取連任，對，他這個對他真的是有壓力嗎？現在已經有這樣的趨勢嘛？然後呢，這樣的一個動作讓他非要跟川普見面嗎？應該這樣說，他不跟川普見面呢，
他21大也反正有勝算。我現在講不是說他沒有勝算，我講說他有危機。也就是他不是100%保險。大家就問說啊，這個怎麼可能不是100%保險的？現在所有人都被他除掉了，李克強也死掉了，現在沒有任何人可以對抗他，看起來沒有像樣的人。你覺得凱撒那時候懷疑身邊有人可以挑戰他嗎？沒有啊，對不對？很多獨裁者都不認為身邊有人挑戰他，但是看每個人都想可能會挑戰我呀。這叫做獨裁者的這種疑心病，這沒辦法的呀。我們上次講過，其實他真的有連任壓力的。他照中共規矩啊，其實一般來說，你在一定職位上，你只能幹2任嘛，每任5年嘛，就幹10年嘛。那理論上，習近平2012年上台，剛來2017年是第1任，17到22年是第2任，2任就是你該下來。然後在17這時候，你要選下一屆的接班人，把他们選進這個常委會，這個選進這個政治局常委會裡面來。然後7個人裡面有2個是這個接班人，一個準備接總書記，一個準備接總理。所以一個是見習總書記，一個見習總理，5年之後他們接班，就他沒有選。他說哎，他沒有接班人，不是，他還是有。他現在不能明的豎起來，明的豎起來你們就亂箭射死他了。就像我當年一樣，所以現在我一定把它擺在某個地方，擺得近的呢，擺在中央政治局這常委裡面。比如說現在看起來最像什麼？丁薛祥，對，丁薛祥最年輕啊。再來遠一點點呢，擺在政治局裡面，大概差不多65歲上下的，有那麼幾個。再遠一點呢，擺在哪裡呢？擺在省委那裡。所以他還是有一定有，一定有，因為。就算我能夠換器官活到100多歲，萬一哪一天失敗怎麼辦？所以難怪這傳說丁薛祥這個大秘會上來。所以你這個獨裁者他得算到，就是萬一都不行，我說我一定要有一個底牌。毛澤東最後留了2張底牌，一張底牌是四人幫，一張底牌是華國鋒。鄧小平當時留了2張底牌，一張底牌是江澤民，一張底牌是胡錦濤。你覺得習近平不要留2張底牌嗎？都要留2張底牌的，所以一張底牌可能大家看見丁薛祥，所以現在亂箭射他，他被射得很慘。那另外一張底牌應該是遠一點點的地方，就像毛澤東當年把華國鋒先擺到湖南，然後一步拉到中央來。現在呢，他會這樣做。我現在講就是習近平沒有把握他能夠拿第4任，因為第3任拿的已經很勉強了，第3任已經是壞的規矩拿到的。他說啊，給我第3任，為什麼我可以把台灣拿過來？當時怎麼可能？好，你看我這個做法，大家聽一看，也未必不行。那這樣給我第3任，那好吧，給你這樣試試看。那第3任你要做出成績來啊？第3任到什麼時候？到明年呢？到2027年呢？所以換句話說，他在2027年以前不能在台灣問題上有所成果的話，他很難交代的。對，我可以用壓的辦法，這是什麼辦法？但是還是難度悠悠之口。所以我最好是拿出成績來，而且我經濟也沒有搞好，失業問題又很嚴重，然後社會動亂現越來越多，我財政又不好，外交上又很糟糕。那大家問說，你第3任搞成這樣子，你憑什麼要第4任呢？哎，第4任我可以把台灣拉近一點點，所以我才講，從現在到明年21大之前，他會全力內攻台灣，尤其是內攻台灣立法院，然後推和平談判什麼的，所以這是我們真正要注意的問題。所以戰場和平談判的題目一定出現，現在已經慢慢看見造勢了，所以我們要小心。美國大概也看見了，是，所以。Rubio 不是講了嗎？Rubio 講說，這習近平最理想的做法，就台灣進行某種公投，然後資源告過去，就是這個東西。所以美國也看懂了，所以美國要看懂，就要增加你的這個難度，增加難度的話，就是你一開頭問的，把台灣的國軍的編裝跟作戰方式呢，做徹底的改變。而且我覺得很有趣是，戰場在立法院，那戰場在立法院的什麼，在國民黨黨團。那所以現在的國民黨黨團，你就看見他現在國民黨團的出現分裂，所以你就看到為什麼韓國瑜跟傅崐萁之間的鬥爭，或者之間的這個衝突，這中間根本背後就是一個美中之間的衝突。對，這個其實我們在去年2月份已經知道了，只是不確定它會怎麼表現而已。我們知道戰場會在立法院，但是不知道怎麼表現。
那麼這1年多下來，大家看見了，也就是國民黨的這些立委或者怎麼結合白營的立委，怎麼去阻攔一些東西，對，我們看到了，我們也看到藍營的這些高層的領導怎麼去大陸，怎麼去各國訪問，我們都看到了。所以換句話說，台灣呢的確是兵家必爭之地嘛，這就我前面講的，台灣是熱點了，對，很清楚了，大家都在拉。那現在台灣中間呢，我再說一遍，空前難受，但空前安全。是。那在立法院有一個我看不懂，就是你說傅昆萁，我覺得他當然這個有跡可循，可是翁小玲基本上你被質疑說你跟中國的關係，他居然堂而皇之說我是中國人，那這個表態是一個非常特別，而且這個對整個國民黨來講是不利的。他這樣講了，按照中華民國憲法來說，我是中國人，這樣講是沒有錯的。但是他的話給人家體會到說我是中共國人，中共國人，這個味道就不太好，是對不對？因為这個話不是空穴來風，因為看了這幾年的表現呢，大家有這個感覺。所以國民黨如果真的要選贏的話，這個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啊。上次趙少康不是問了一個問題嗎？我就不懂了，民進黨做的這麼爛，為什麼大家還投票給他？你問了這麼好的問題，你怎麼會沒有答案呢？對啊，答案很清楚了。因為大家擔心你親共嘛，不是擔心你知道某人親共，擔心你國民黨親共嘛。那大家都怕共產黨，然後大家都曉得說，全世界都在討厭共產黨，這是國民黨夢寐以求70多年來的一個機會，全世界來幫你反共，你自己不太反共了，是不是荒唐嗎？所以我常講，我說國民黨裡面有識之士呢，要起來清黨了。國民黨過去歷史上面，每一次跟共產黨一走近的時候就倒霉，對不對？第一次國共合作，第二次國共合作，第三次國共合作，每一次國共合作一成功之後，國民黨就倒霉。國民黨每次能成功都是分共，分共成功之後，北伐成功了，清黨了，然後就成功了。那台灣再清黨一次，我們站住腳跟了。那現在就是又來了，你是要親共還是要反共？對不對？是親切的親，還是你要反共？那最後一個就是現在中國剛剛講對習近平黨最不利是他的內需真的太糟糕了，可他出現一個矛盾在於說我的內需非常糟糕，可是我的出口不斷的一個成長，那很多人就說那根本就是割肉餵鷹嘛，你等於是犧牲內部的這個所謂的利益，然後呢這個東西他覺得你能撐多久嘞？這個對整個中國的經濟或者對整個中國的人民的生活，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傷害。當然是，不過這個題目太大了，我想我們得下次花一整個小時時間來談東西。我簡單說一下哈，所有國家的經濟發展呢，大體上來不外乎是3個步驟，3個方面：出口、投資跟消費。那比較健全的國家就是3個方面的相對比較平均。那中國大陸現在就你剛剛說的，國內的那個消費非常弱，但出口非常強，這個真的就是割肉餵鷹了。坦白說，因為我們看過數據，下次我把數據帶來哈，我們是有數據的。他對於國內的這些補貼到那個地步，已經坦白講到天怒人怨的地步。現在我們不講說大陸很多產業內卷很嚴重嗎？為什麼內卷那麼嚴重？大家徵補貼啊。那為什麼補貼這麼嚴重呢？因為中共曉得，如果我不補貼的話，我沒有競爭力的。我沒有競爭力，我必須靠大力補貼，然後去競爭。等於就是說，我用左手的錢賣到國外去，然後再把它賺回來。所以賺來賺去都是我的錢在全在裡面轉來轉去。而這錢一部分哪裡來呢？華爾街投資進來的，我在玩這個東西，所以他玩一個乾坤大挪移。那麼也就是，如果說中國大陸的這個老百姓的這個收入不真正提高的話，消費始終上不來。消費上不來的話，那內部的這經濟循環呢就很難形成。所以他說內循環，我們說不太可能，是這樣來的。這題目大了，我們得真的花1個小時談一談。所以。大概今天這題目只能談到這裡了。是，好，董事長，台灣是一個以生存為最高原則的社會，不管哪從國共來到台灣，今天台灣所有東西都是我要活下去，而要活下去一個根本就是你台灣的軍人能不能保護我們自己。過去很會懷疑是說，因為有聽到很多的退將，聽到很多人講我們的國軍不能打仗，我們的非常的老舊，我們的戰術不行，我們碰到共軍完全一籌莫展。但是你會發現，
現在這些狀況都慢慢在改變當中。我過去對馬英九有很多的批評，就是因為他在馬英九在8年的任內裡面，對我們的國軍的所謂的建設，對我們國軍戰力的提升，完全一籌莫展，完全無能。現在這開始已經做改變，我們欣然接受這樣的改變，我們也願意這樣的改變。但這一次的漢光演習還有一點，就是我們的無人機當然還在加強。當我們台灣相信我們可以保護自己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更堂而皇之的來面對這個世界。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君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X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的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网购是這樣直接進來。那你如果说沒有任何的管制，现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們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傑哥製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政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嘛。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我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在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